今天去的是北野天满宫，这个集市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停了好长时间，我们也是好久以来第一次去。今天去呢就淘了好多东西，大家一一看一下啊。这是一个老搪瓷盘，上面写了一个代字。这种搪瓷盘其实在欧美啊就挺多的，其他文字特别多，但是汉字的很少见。这搪瓷盘呢，如果是在服饰店里，我觉得挺合适的，比如说卖包的店啊，就很好的一个店铺陈列。这几个小盒子皱皱巴巴的放在摊主的摊位上，我感觉是什么果实做的，还问了一下店主，他在电子手写板上写着花梨2个字，然后我们就回来查了一下，这个花梨原来就是那个花梨木这个植物的果实。这东西呢就是吃饭的时候㧟那个就是七味粉啊什么辣椒粉的这么一个调料的盒子，有100年了，明治时候的，因为时间特别长，它表面上特别坚硬，残留了一些色泽，就是它的颜色有点像咖啡豆的颜色。今天淘到了一个这个钢纸的小筐子，我们家这种钢纸的筐子有5、6个吧，有这个2个这么大差不多，就装点什么东西挺方便的。然后它呢就是这种材质呢叫钢纸，50、60年代的时候就是这种旅行箱很多都是用这种钢纸做的，然后它特点特别轻巧，而且坚韧，特别结实。我们卖了几十个吧，家里现在还有将近10个，都是钢纸做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卖旅行箱，跟他说钢纸的，大家特别疑惑，这是纸的，说这能怎么样啊？我说这个非常结实。你想想，它几十年了，基本上除了一点划痕就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耐用的材质。现在还在用钢纸，就是英国柏林顿的那个品牌，它的那个箱子就是很有名，然后非常的时尚哈，然后价格也非常贵。但是有一些小品牌也在用，比如说无印良品，它的一些收纳箱就是这个钢纸做的。这次淘到这个小的还挺少见的，一般都是我说的那个比这大2倍的那种大的笔筒，一个老木头的笔筒，上面写着奉天。这回还淘到了一堆这个释染的那个装酒的酒袋，经过了很多年就是洗呀什么的使用啊，然后它颜色色泽就非常有质感。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用那个线把那个破的地方缝起来的这种感觉，你当茶席非常好，或者当拍摄的那种背景布也不错。这个小包呢，就是其实也没什么用，它是别在腰上的吧，应该这么一个小包。上面还有个小 logo， 就是这颜色就特别吸引我，就是时间长了，这皮子使了好多年啊，就使出这样来了，然后包浆了。然后就是很漂亮哈，我就希望我有一个包能使出这样，但是我到现在为止使时间最长的也没有，这需要几十年，20、30年才能使出这种颜色啊，30、40年。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一直用一个包，好好的保养，就是这样的颜色，特别好。这2个是属于那种喝酒的时候做游戏的，它有就是3个酒杯。然后一骰子，然后酒杯上这分别写着1升、5盒、1盒，哈，就玩游戏。这你要比如说你要骰子这5盒，然后你就喝这个，就这个意思。今天还挺运气，还买了2套，这个也不是很多见的，有的时候。这是木头雕刻的一个茶盘，这上面有一个就是背着龟壳的一个人物，但是呢，具体这个故事我还不太知道。如果哪位朋友知道，就是可以告诉我一下，请教一下，谢谢。这是个老商标，什么酱油、醋啊什么做成的这么一个就是装饰的画，然后这个木头的这个画框也特别的沧桑老旧了，然后就是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就这个还有这个可口可乐的老木箱子，是上海一个做复古服装的一个朋友他收了。
这可口可乐老木箱呢，我在其他的国家也看到，经常看到哈，一般都是上面可口可乐，底下这国家的这个文字，比如说在泰国就是泰国的文字，比如说在日本就是日本的文字，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可口可乐遍及世界各地。这两个东西就做陈列非常好啊。这小照相机特别小，然后这是我们家的照相机，大家比较一下就知道。这小照相机吧，它开始也没打开，就这么一个皮套，然后这个皮套特别像那种大照相机的皮套的缩小版，做的非常的精致，虽然小但是很精致。然后后来打开一看哈，我就以为是那种玩具的呢，可能也是玩具的。打开一看，里边是金属的，然后这个后盖呢还能打开，好像里边还能放胶卷，我就感觉特别像小时候看侦探小说、侦探电影里边那个间谍用的那种小照相机。老的陶瓷的酱油瓶子，这是2个昭和时期大概50年代左右纯银捶打的酒壶。这个是原香的，这是木头的一个香盒，就上面这孔是藤编的，里边还有香灰呢，使用过的。这我买的时候，这旁边有一个老大爷就给我讲上面藤编，说怎么好，怎么不容易，说以前就是这种的，现在都特别少了什么的，给我讲了好多。那有时候去集市，你发现吗？总有一些就是说岁数大的，他就愿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他愿意给你讲一讲，还练一下口语。有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就是卖东西的那个岁数大的也特别好，因为卖东西岁数大的，你过来看一看，他其实也不是说专为了就是说给你推销啊，但是他愿意给你讲给你讲讲，他就能让你了解了解，他就特别满足。我觉得不是现在呢，就是说日语还不是特别好，如果特别好的话，我觉得就能了解的就更多了，我得使劲学一学。但是就那电子手写板确实挺管用的，因为他就是岁数大，他写汉字，他都会写汉字，但是有的人是真的不会写汉字的。我记得我上次问一个人汉字怎么写啊，怎么着，他就找了一个年岁大的一个男的写的，那个女的不会写就那个花梨，就这个花梨的那个店主也是一个老大爷，然后呢，他连写3个花梨，他那字还真是挺好看的。后来他不小心删了，我还说你这字那么好看，然后他又给我写了一遍，然后我就夸的写的好看，他说那不行，我没有中国人写的好。这是一个夔龙纹的砚台，这个砚台特别端庄秀丽又小巧。在春秋战国青铜器和汉代漆器上，以及今天我们在古建筑门扇上就可以看到这种龙纹，俗称是草龙，就是没有品级的，甚至都可以民用的龙纹。谢谢大家，今天逛得特别开心，买了很多好东西。